嗨，大家好。现在我进到一片叫古文物的街区，这里呢保留有传统的一些亭台楼阁啊，古色古香的房子。利用这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呢，也开了很多的民间的小吃，甚至还有武大郎烧饼啊。来这里，来这里。这边呢，其实就是登惠山的这条上山通道，惠山胜境，江南第一山。到了这边呢，才知道人多啊，超出想象的游客啊。那边还有相信呢，边上的这些房子啊，都是一些大的祠堂。这边呢，都有一些介绍啊，过郡马祠。饭。门票拿在手里啊，免票的卖实惠公园。看来进到这个惠山上面去呢，是专门还要买票的啊。正好这边呢是有一个地图，那我们就这边来看一看这个地图吧。惠山古镇的景区啊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前武术王祠。而它的边上呢，就是我们秦家的寄畅园。门前这条街呢，就是秦园街啊，专门有一个秦园街，因为寄畅园呢也曾经叫秦园。秦园街1号，前武术王祠啊，吴越国的创始人。约会上讲，它就是要有一个天体。这些保存下来的殿堂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武王殿。不应该留电话号码。看看这些摆设啊，这些大殿里面的大柱子，以前的对联，完全是中国民间建筑的精华啊。刚刚看到这个地图啊，写的这个寄畅园呢，是要进到这个江南第一山的山门里面啊。进到这个山门呢，是需要另外买票，而且呢，游客太多啊，所以看来有可能不得不放弃进到寄畅园里面去游览的愿望了啊。但是呢，没关系，因为这边可以看景物很多啊。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条古街上来走一走。提前布置好你们的门票或者园林卡啊，放你们门票或者园林卡啊。矿源澳前会。这边这个古戏台呢，以前就有。
这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呢，门面的这些房子啊，都是被用来做生意。今天超出想象啊，没想到这边人有那么的多。原本我以为今天下雨啊，游客应该会少一些，看来又失算了啊。我俩回去到房间去。没这句话。哦。这个古牌坊非常的漂亮。我记得这边呢有一条小河。这边呢就有另外一家情缘小笼，据说现在已经开成了连锁店了啊。看来这个情缘小笼里面人还不算多，看看等一会儿要不要在这边用一个午餐啊。我们先到这条小河边来看一看，走一走。而这边呢，就是有惠山镇祠堂群的这么一个古迹啊。这边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被保存下来的民宅，非常有传统的韵味啊，仿佛走在古代的街区啊。这些祠堂要么呢就成为一种纪念馆，要么呢就变成了一些商业的经营场所啊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通过这样的一种置换使用啊，就使得这些祠堂呢能够得以保存和修缮。这边呢，曲径通幽啊，在蜿蜒的小河边呢，可以闲坐啊，因为边上都是一些茶楼。他这还在做生意。过去的石板桥。看看这些临河的房子啊。以前古人呢，就在这样的小河边枕河而眠，非常好的一种景致。小河呢，就汇入到一条大一点的河里。这样的风景啊，除了保存下来的这些古镇以外啊，是越来越成为稀缺的去处了。
然后你饿了跟我说啊。文化的传承呢，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，既需要修旧如旧啊，保持着那种古色古香、原汁原味的风貌，但同时呢，又需要不断的修缮、保持，加入一些商业的元素呢，使它有更多的活力啊。但是如果商业气太重了，又会破坏古镇的氛围，所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到河边来看一看对面的那些大祠堂，每一间呢都非常的雄伟啊，在古代来讲呢都是豪宅了。门前的这条小河静静的啊，现在下着小小的细雨，你看到这些树冠都是冲向河面的啊，所以为这条古街增加了很多的色彩和韵味。你好，那边可不可以走到停车场？有机会到这样的古镇来走一走啊，不断的可以纪念先贤啊，也可以呢寻古访幽，在历史文化的意境当中徜徉。也可以重温中国文化的本源啊，回归初心，找到自己的根。听着游客们的南腔北调啊，但是更多的呢还是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啊。虽然口音不一，但是听得出来啊，这些江浙一带的人可能是主要在这边游览的群体。这边这个图下面呢有一个介绍，叫四塘径啊，俗称龙头河，是惠山山水泄隙形成之河道啊，那就是这条河了啊。河里头呢还有很多的节日氛围的装点，晚上呢可以变成一片灯火，所以晚上或者黄昏时分呢，这边又会有另外一种寂静之美。
有办法。今天的游客摩肩接踵啊，人流是络绎不绝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情缘街上啊。虽然有些遗憾，没有能够进入到寄畅园里面去游览，但是呢，这边肯定还是经常要来的地方啊，所以留待下次也无妨。就在寄畅园的园林对面呢，有一个寄畅园草坊。这个地方呢，指以前官员上朝前休息场所。因为清康熙、乾隆2位皇帝啊，分别6次南巡，7次到无锡会山。当时设的这个草坊呢，就是为地方官员迎候皇帝临训寄畅园，提前在此恭候的地方，所以称之为寄畅园草坊。这边有介绍啊，清朝2位皇帝历游会山，康熙6次下江南，7次游会山，乾隆6下江南，7次游会山啊，都有历史的记载。但是总归呢，这边是一座临时搭出来的行宫这样的一个建筑啊，结果呢就被保存了下来。跨过这个高高的门槛啊，在这条石板街的对面呢，就是以前的秦园，秦家的园林寄畅园啊。还有人在这边表演二胡。在这个花窗里面呢，就是寄畅园这座园林啊。你看，还有很多的大树啊，盘根错节的那些茂盛的树枝呢，都伸到了路上来了。就在这条秦园的街道上啊，可惜呢，现在他另外开了一个门。把这个门呢做到了一个收费的公园里面去了。这边呢都供奉着秦氏先祖的一些牌位啊，这边呢是一些秦氏祖先的尽孝的事迹啊。这边橱窗里面啊陈列的都是秦氏的家谱，不但有无锡、惠山的，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，包括上海啊。记得知名的演员秦怡，每次回到无锡呢，他就说，就好像回到了家里这样的感觉啊，都是秦氏的后人。
走到这边呢，就已经来到了我们以前一直呢都从这个古镇的门口进来的地方。走出这座古镇呢，又是一个古色古香的石头牌坊。过了这个大门呢，就出到了马路上了。你这个大酒三十斤，你不要记住现在。才2个大鸡蛋，1才2个嘛，嗨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呢已经结束了在惠山古镇的游览。在告别这座古镇之前呢，趁着还在新年里面啊，再次祝贺兔年大吉，新春快乐！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